穿越成超级赛亚人卡卡罗特的哥哥拉蒂兹。我只要无限装备就能变强，而且作为出生就有超赛3发型的上级战士，其实我的战斗天赋远超赛亚人贝吉塔。原著中之所以战斗力只有可怜的1500点，是因为我从不训练，而且我知道小气的贝吉塔王会放逐所有天赋高的赛亚人，就比如传超布罗利还在万帕星吃灰。此时我正在前往地球的球形飞船上，熟悉原著的人都知道，我接下来会用自己的命来开启龙珠的大宇宙篇章。重活一世的我自然不甘心被当成祭品，毕竟自己可是变身就能超3的神级赛亚人。就在此时，我的脑海中传来系统的提示音：叮，恭喜宿主成功穿越，人前显圣系统绑定成功，宿主只要在他人面前说出装备的话，就能获得奖励。我顿时心中一喜，熟悉原著剧情再加上拥有系统，我分分钟就能把破坏神比鲁斯打成哈士奇了。略微思索后，我很快就有了计划。首先第一步，要在降落地球之前让自己的战斗力达到2000点以上，否则容易翻车。第二步则是想办法融入主角团，成为除了狗空之外的第2主角。最后再将龙珠里的女神们全部截胡，布尔马兰奇18号甚至是天使巴朵斯，你们等着我吧。我起身走向飞船深处的训练室，抬手将重力调节到10倍，瞬间一股沉重的压力狠狠砸在身上。这还是拉蒂兹第一次进行重力训练，真是白瞎了这么好一具身体。我攥紧拳头，一拳拳砸向能量冲击把，淡紫色的能量波炸开，冲击力震得我手臂发麻，指骨处瞬间渗出血丝。不够，远远不够，这种级别的训练还是没办法让我迅速变强。我低声自语，抬手按下了能量冲击把的最大功率，数道粗壮的能量炮瞬间朝着我轰来。我没有躲闪，反而迎着能量炮冲了上去，用肉身硬抗。炽热的能量撕裂了我的战斗服，灼烧着皮肉，胸口和手臂瞬间出现了深可见骨的伤口，而后拖着重伤的身躯进入了治疗舱。几个小时后痊愈的我，战斗力已然上涨至1700点。这赛亚人的被动技能还真是最顶级的外挂。我咬着牙在10倍重力下不断训练，1个月我把训练室变成了炼狱。白天在重力室里挥拳踢腿硬抗能量炮，晚上就去治疗舱里治愈伤势。探测器上的数字终于冲至2050点，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我终于放松下来。这股力量足够让我在地球横着走了，也足够让我在接下来的剧情里不再做那个任人拿捏的祭品。只可惜系统已经觉醒1个月了，我却连一个奖励都能拿到。毕竟飞船里只有我一个人，上哪儿去人前显圣呢？球形飞船冲破地球的大气层，拖着长长的火焰，最终坠落在一片郊外的农田里。巨大的冲击力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我推开飞船的舱门，缓步走了出来。探测器扫过四周，很快锁定了一个扛着锄头的农夫。探测器屏幕上5的数字格外显眼。农夫被突如其来的飞船吓得脸色惨白，握着锄头的手不停发抖，结结巴巴地喊着：“你是什么人？”我缓步走向他，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用最轻蔑的语气说出了那句龙珠名梗：“战五渣也敢在我面前大呼小叫。”话音落下的瞬间，脑海中传来系统清脆的提示音：叮，宿主人前显圣装备成功，获得奖励战力永久加50，解锁技能赛亚人威压，可对低战力目标造成精神震慑。一股神秘的力量钻入我的身体中，探测器上的数字也随之跳到了2100。同时，一股赛亚人威压散开，拿枪农夫瞬间腿软瘫坐在地上，只能用惊恐的眼神看着我。无趣，我瞥了他一眼，转身朝着龟仙屋的方向飞去。毕竟自己不是原著里嗜杀的拉蒂兹，还做不到滥杀无辜。来找这个战五渣的农夫，纯粹是为了薅系统奖励的同时，还原一下动漫名梗。我身影划过天际，留下一道淡淡的残影。片刻后，龟仙屋的轮廓出现在视野中，探测器开始疯狂扫描，屏幕上接连跳出几个数字：龟仙人139点战力，克林180点战力，孙悟空416点战力。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可爱的4岁小男孩。屏幕上的数字虽然显示只有20点战斗力，但我知道这孩子体内蕴藏着极其恐怖的潜力。孙悟空的儿子孙悟饭拥有赛亚人和地球人的双重血脉，是天赋最高的龙珠战士之一。我悬停在海面上，周身的威压散开，龟仙屋的众人瞬间脸色大变。悟空看到我，眼中满是疑惑：“你是谁？”我淡淡开口：“卡卡罗特，我是你的亲哥哥拉蒂兹。”而后我的目光落在孙悟饭身上，眼底闪过一丝恶趣味，同时也想着给这些安逸的地球战士一点压力。我是奉贝吉塔王子的命令来找回你这个被放逐的废物，顺便毁灭这颗低级星球的。悟空闻言，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立即摆出战斗姿势。只可惜孙悟空那416点战斗力，在我面前实在微不足道。我嗤笑一声，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悟空面前，抬手一巴掌将他扇飞出去。悟空重重撞在龟仙屋的墙上，这一下彻底镇住了所有人。龟仙人等人脸上的震惊难以言表，他们从未想过悟空竟然会被人如此轻松的打败。我缓步走向吓得躲在龟仙人身后的孙悟饭，伸手将他拎了起来。悟饭小小的身体在我手中颤抖，大眼睛里满是恐惧。放开悟饭！悟空挣扎着站起来想要冲过来，却被我一个眼神逼退。赛亚人威压死死锁定他，让他寸步难行。这小鬼我带走了。我拎着悟饭看向龟仙屋的众人，嘴角勾起一抹狂傲的笑。孙悟饭身上流着赛亚人的血脉，岂能在这颗低级星球上平庸度日？你们想救他可以来找我，不过我提醒你们，就你们这点三脚猫的功夫，连我的衣角都碰不到，赶来就是死路一条。叮，宿主人前显圣装备成功，获得奖励战力永久加100，系统积分加1000，解锁技能能量感知，可精准感知方圆万里内的能量波动。系统的奖励提示音接连响起，我体内的力量再次暴涨，探测器上的数字来到了2200，舒服，这系统真是舒服啊！技能装备又能拿强力，简直太符合我拉蒂兹的人设。我看都没看脸色铁青的众人，拎着悟饭转身飞走，身影消失在天际，只留下龟仙屋一片狼藉。我将悟饭带到了一座偏僻的山洞里，这孩子缩在角落，双手抱着膝盖，眼神里满是恐惧。我没有凶他，只是靠在山洞的石壁上看着他，用平静却带着力量的语气开口问道：“怕我吗？”悟饭点点头，小手攥得紧紧的。我缓步走到他面前，蹲下身与他平视。
势，怕是因为你弱小。你是赛亚人，流着战斗民族的血。赛亚人从来不会因为恐惧而退缩，只会因为弱小而愤怒。这宇宙本就是强者为尊，弱小就是原罪。你不变强，就只能任人拿捏。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甚至这颗地球都会因为你的弱小而消失。悟饭的大眼睛里闪过一丝迷茫，似乎听不懂我说的话，却又隐约抓住了什么。我抬手凝聚起一点淡金色的能量在指尖跳动，这股能量不强，却足以让悟饭感受到力量的震撼。看清楚，这就是力量。有了力量，你才能守护你想守护的一切，才能不被人欺负，才能站在这宇宙的顶端，让所有人都敬畏你。我伸手揉了揉他的小脑袋，语气放缓了些许。我是你大伯，也就是你爸爸的哥哥。我抓你不是要伤害你，是想让你知道这世界有多危险，你必须变强。我在山洞里待了半天，给悟饭讲宇宙的广阔，讲赛亚人的骄傲，讲强者的意义，偶尔还会演示一些简单的能量运用技巧。悟饭从最初的恐惧慢慢变得好奇，再到后来的敬仰，看着我的眼神里满是星光。当我再次喊他时，他怯生生地走到我面前，小声喊了一句大伯。这声大伯让我心头一暖，也让系统再次响起提示音。叮，宿主在孙悟饭面前险胜成功，获得奖励孙悟饭的天赋，系统积分加500。一股力量涌入我的脑海，我顿时感觉自己看这个世界更清晰了，体内的气运转流畅了好几倍。这就是顶级天赋怪吗？这波决策真是让我爽麻了。我抱着小悟饭狠狠亲了一口，看着小悟饭眼中的崇拜，我知道一颗变强的种子已经在这孩子的心里埋下了，他应该不会再和原著一样被琪琪培养成一个废物学者。悟饭不读书，杀戮哭完不欧哭。空下来后，我进入系统空间，打开积分兑换商城，发现里面的好东西确实不少，就连神之玉技自在极意功都有，不过需要恐怖的1亿积分兑换。其他的像龟派气功界王权这些我又看不上，还是多攒攒积分，到时候直接兑换一个大的吧。我继续浏览着积分商城，突然能量感知捕捉到数道急促的能量波动，朝着山洞的方向赶来，强度都不高，最高的也不过400多点，不用想也知道是悟空带着地球战士来救悟饭。看来你的家人还是有点胆子的。我轻笑一声，摸了摸悟饭的头，在山洞里躲好了，先别出去，大伯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小悟饭乖巧的点了点头。山洞前的空地上，一众龙珠战士摆出战斗姿势，眼神里满是决绝。拉蒂兹，放了悟饭，否则我们对你不客气。克林率先开口，手中凝聚起龟派气功，只可惜他那点能量在我眼中如同儿戏。我嗤笑一声，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克林面前，一拳砸在他的肚子上。克林瞬间弓着身子，像个虾米一样飞出去，重重撞在石头上，晕了过去。这一拳我只用了1成力，否则他早已粉身碎骨。不过说实话，我还真不敢对这个龙珠祭品下死手，天知道孙悟空能暴气到哪种地步，说不准直接变超赛把我秒了。叮，宿主一拳击败克林，人前险胜装杯成功，战力加30，积分加200。其余几人也都被我一人一巴掌抽翻在地，速度之快根本没人能反应过来。不过片刻能站着的就剩下孙悟空和比克。我拍了拍手上的灰尘，看着眼前的悟空和比克，嘴角勾起一抹不屑。比克，听说你有个绝招叫魔贯光沙炮，不妨使出来看看，让我见识一下，我可以站着给你打的。比克闻言眼神一沉，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机会。比克缓缓抬手，食指中指并拢放于额头，周身的气开始疯狂凝聚，淡紫色的能量在指尖汇聚越来越浓，周围的空气都被这股能量撕裂，发出刺耳的尖鸣。悟空也在一旁凝聚气，准备和比克联手。他知道单凭比克根本不是我的对手。魔贯光沙炮！比克一声大喝，一道粗壮的淡紫色能量炮裹挟着毁天灭地的气势朝着我轰来，速度快到极致，瞬间就来到了我的面前。悟空的龟派气功也同时发出，淡蓝色的能量炮与魔贯光沙炮汇合，形成一道更粗的能量炮。山洞前的众人都屏住了呼吸，他们觉得这一击就算不能打败我，也能让我身受重伤。可我只是淡淡一笑，抬起右手，掌心对着那道能量炮轻轻一捏，咔嚓一声清脆的响声，那道由魔贯光沙炮和龟派气功汇合的能量炮竟然被我单手捏碎。淡紫色和淡蓝色的能量四散开来，化作点点星光消散在空气中，整个世界瞬间安静了。悟空和比克瞪大了眼睛，脸上的震惊无以复加，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全力一击竟然被我如此轻松的捏碎，如同捏碎一个玻璃球。我放下手，看着呆若木鸡的两人，嘴角勾起一抹狂傲的笑，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定律，字字清晰。你们这些下级战士，果然连战斗的基本定律都不懂。记住了，有烟无伤，这是宇宙通用的法则。就这点能量波给我挠痒痒都不够，也敢拿出来献丑。叮，宿主人前险胜装杯成功，获得巨额奖励，战力永久加1000，系统积分加5000。系统的提示音在脑海中炸响，体内的力量如同火山般爆发，探测器上的数字直接跳到了3230，周身的金色气浪散开，吹得周围的树木哗哗作响。悟空和比克面如死灰，其余的地球战士也都露出了绝望的神情，他们知道自己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今天不止悟饭就不回来，地球也注定要被毁灭。就在所有人陷入绝望之际，我突然眼神一变，做出一副疯狂的样子，抬手凝聚起一道能量炮，对着自己的胸口狠狠轰去。我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整个人倒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胸口出现一个巨大的伤口。我躺在地上捂着胸口，嘴里喃喃自语着：快来，地球上有龙珠可以许愿。说完，我抬手一把捏碎了眼睛上的战斗力探测器，金属碎片散落一地，屏幕彻底黑了下去。所有人都懵了，他们看着躺在地上的我，脸上满是诧异和疑惑，根本不知道我这是在干什么。好好的怎么突然自己打伤自己？就在众人
人疑惑之际，我撑着地面缓缓站起来，抬手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与此同时，山洞里，孙悟饭小跑着冲了出来，一边跑一边喊着大伯。悟饭冲到我面前，一头扎进我的怀里，小小的胳膊紧紧抱着我的腰，显得十分亲密，丝毫没有之前的恐惧。这一幕让所有人更加懵逼了。悟空看着自己的儿子抱着我这个敌人，眼中满是不解。我抱着悟饭，轻轻拍了拍他的小脑袋，而后转头看向众人，脸上的狂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凝重。我清了清嗓子，缓缓开口，将早已编好的真相娓娓道来。我确实是奉贝吉塔王子的命令，来地球找回卡卡罗特，顺便毁灭这颗星球。但在来地球的路上，我想了很多。贝吉塔残暴不仁，弗利萨更是我们赛亚人的灭族仇人。我不甘心做他的棋子，更不甘心看着这颗充满生机的星球毁于一旦。我抓悟饭不是要伤害他，而是想给你们一点压力。你们生活在地球的安逸中，根本不知道宇宙的危险。你们以为自己的实力很强，可在真正的宇宙强者面前，你们连蝼蚁都不如。我打伤你们，就是想让你们见识一下宇宙级的敌人到底有多强，让你们知道自己的实力还差得远。至于我刚才打伤自己捏碎探测器，不过是演一场戏。我指了指地上的探测器碎片，这探测器能被贝吉塔和那把远程监测。我让他们以为我任务失败，被地球战士击杀，他们就会亲自来地球寻找龙珠。信息量太大，眼前的龙珠战士们都挺猛了。我趁热打铁，继续说道：贝吉塔王子此刻的战斗力高达2万点，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弗利萨，他的战斗力更是有恐怖的1亿2千万点。而你们里面最强的比克现在的战斗力是501点。我的话如同晴天霹雳炸在众人的耳边，悟空和比克瞪大了眼睛，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克林更是直接瘫坐在地上，眼神涣散。1亿2千万点的战斗力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存在。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恐惧和绝望，看着众人失魂落魄的样子，我嘴角勾起一抹熟悉的狂傲，抱着悟饭缓缓转过身，背对着众人，长发在风中飘扬，周身的气浪再次散开，带着睥睨宇宙的气势，一字一句说出了最装卑的话，声音不大，却带着震彻天地的力量。我知道这些数字让你们觉得绝望，可你们记住，赛亚人从来不会向命运低头，更不会向强者屈服。虽然我现在的战斗力只有2050点，可那1亿2千万战力的弗利萨，在我眼里不过是个垃圾，我拉蒂兹一只手就能打过。话音落下的瞬间，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如同潮水般涌来，几乎要震破我的耳膜。丁，宿主在地球所有战士面前极致装卑，人前险胜达到史诗级，获得逆天奖励战力永久加2000，系统积分加1000000，解锁终极技能装卑领域，在领域内宿主战力翻倍，体内的力量如同海啸般暴涨。探测器的碎片早已无法检测我的战力，可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已经突破了5000点，而身后的地球战士们早已被我这无畏的气势折服，脸上的恐惧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敬佩和震撼。悟空看着我的背影，眼中满是羞愧；小悟饭抱着我的腰，小脸贴在我的背上，眼中满是崇拜。他知道自己的大伯是这宇宙中最强大的战士。我微微侧头瞥了一眼身后的众人，嘴角勾起一抹笑。龙珠的大宇宙篇章即将开启，但这一次祭品不再是我拉蒂兹了。走吧，想要变强就跟我去天神殿，那里才有你们能用上的修炼资源。我语气中带着几分嘲讽的意味。悟空和比克对视一眼，眼中满是坚定，立刻跟上我的脚步。一路上飞行，我加快了速度，听着身后众人粗重的喘息，忍不住再次装杯。就这点飞行速度，别说对抗赛亚人，连宇宙杂兵都甩不掉，真是丢死人了。丁，宿主嘲讽地球战士，人前险胜装杯成功，战力加50。系统的提示音轻响，我心中暗笑，这装杯的机会简直无处不在。不多时，天神殿的轮廓出现在云端，天神早已等候在殿前。天神，别来无恙啊！我缓步走上前，目光直直看向天神，嘴角勾起一抹了然的笑。或者我该叫你遗失在地球的那每颗星人。天神闻言脸色瞬间骤变，你说我是那每颗星人？怪不得我和地球人长得不一样。我嗤笑一声，双手抱胸，装作一副知晓宇宙万事万物的模样，语气狂傲。这宇宙间的秘密就没有我拉蒂兹不知道的。丁，宿主人前险胜装杯成功，获得战力永久加500点，解锁技能初级龙珠制造法，可制造小型许愿龙珠，初始可实现一个愿望，进阶后可提升愿望数量。一股强横的力量涌入体内，脑海中也多出了制造龙珠的相关知识。我心中大喜，这初级龙珠制造法简直是神技，有了这东西，我就能随时随地制造龙珠许愿，再也不用依赖那每颗星和地球的龙珠了。天神看着我的眼神已然充满了敬畏。拉蒂兹大人，您既然知晓一切，想必也有办法带我回家吧？天神躬身问道，态度已然十分恭敬。我淡淡开口，丝毫没有客气，这世界上就没有我拉蒂兹办不到的事。不过现在马上召唤出地球神龙，我要许愿。天神不敢有丝毫迟疑，立刻挥动权杖收集其散落的7颗龙珠，而后召唤出神龙。那道巨大的绿色身影出现在天神殿上空，散发着磅礴的能量。说出你的愿望吧，凡人，我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神龙的声音低沉而威严。听到神龙的话，我有些不满，淡淡瞥了他一眼，语气带着不屑。区地球神龙能力倒是有限，不过勉强能用。你再敢叫我一次凡人，我就弄死你！现在马上给我超光速飞船的完整制造图纸，包含所有核心技术和材料清单。神龙吓得冷汗直流，他之前已经被老比克打死过一次。神龙不敢迟疑，眼中红光闪过，片刻后一道光芒射入我的脑海，超光速飞船的制造图纸瞬间浮现，愿望已实现。说完，神龙逃跑般的便化作光点消散。我撇嘴嘲讽装杯的姿态拉满，什么垃圾神龙，跑得跟狗原因。丁，宿主嘲讽地球神龙，人前险胜装杯成功，系统积分加1000。拿到图纸后，我立刻带着众人前往波尔玛的胶囊公司。波尔玛看到我手中的超光速飞船图纸，眼中瞬间放光。作为天才科学家，他对这种高科技毫无抵抗力。拉蒂兹，这图纸太酷了，不过想要造出来最少也得半个月，半个月太慢了。我挑眉，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狂傲。我给你3天时间造一艘超光速豪华飞船，材料和设备我让天神全力配合。
合你。若是造不出来，你这天才科学家的名头也就该摘了。布尔玛被我的话击倒，当即拍桌：3天就3天，我倒要让你看看我布尔玛的实力。接下来的3天，布尔玛带着胶囊公司的所有科学家，加上天神和波波的帮忙，日夜赶工，而我则在一旁悠闲看着，时不时嘲讽一句效率太低，技术不行。每次装杯都能获得些许战力和积分奖励。第3天傍晚，一艘通体银白、造型炫酷的超光速豪华飞船出现在胶囊公司的广场上，散发着科技的光芒。怎么样，拉蒂兹，我做到了。布尔玛得意地扬起下巴，勉强看得过去，也就这点本事了。我故作不屑，心中却十分满意。这飞船的性能远超我的预期。我召集众人登上飞船，将目的地设定为纳美克星。飞船瞬间化作一道流光，冲破大气层，朝着宇宙深处飞去。超光速的速度让悟空等人惊叹不已，而我只是淡淡开口：这不过是宇宙最基础的超光速飞船，等你们见过更高级的，就知道这东西有多鸡肋了。仅仅3天时间，飞船便抵达了纳美克星。看着眼前这颗充满绿色生机的星球，我嘴角勾起一抹笑。纳美克星的龙珠、大长老的潜力开发，还有内鲁这个纳美克星最强战士，都是我装杯提升战力的绝佳机会。我们刚走出飞船，纳美克星的战士们见到我们这些外来者，立刻摆出战斗姿势，却被我随手一挥的能量波震退。除了内鲁之外，这些普通纳美克星战士都不是我的对手。我拉蒂兹前来不是为了找麻烦，而是为了让他帮我们开发潜力。我的声音带着威压传遍整个村落。不多时，内鲁带我们来到大长老的住所。大长老的眼神浑浊却充满智慧，扫过众人后，最终落在我身上。年轻的赛亚人，你的身上有着极其强大的潜力。我缓步走上前，语气狂傲：算你有眼光，我知道你能开发他人的潜力。现在给我们所有人开发潜力，记住别偷工减料，否则这颗纳美克星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虽然我现在的战斗力远不如内鲁，但是装杯这个事儿是诱引的，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大长老没有生气，只是点了点头。悟空、比克、克林等人依次上前，大长老将手放在他们的额头，一道道绿色的能量涌入他们体内，他们的战力开始疯狂飙升。悟空的战力从原本的几百点提升至数万点，比克也突破至5万点，克林等人的战力也都翻了5倍之多。他们感受着体内暴涨的力量，眼中满是激动。终于轮到我了！大长老将手放在我的额头，一股远比之前更强横的能量涌入我的体内，我的骨骼发出咔咔的声响，体内的气如同火山般爆发，超3的金发变得更加耀眼，周身的金色气浪几乎要将整个村落掀翻。大长老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显然耗费了极大的精力。他喘着气说道：不可思议，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潜力，你的战力竟然直接翻了10倍。我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嘴角的笑意止不住的上扬。探测器的碎片早已无法检测，但我能清晰地感受到我的战力已然达到了50多万点。反观悟空等人不过只是翻了5倍，这就是我作为赛亚人顶级上级战士的天赋，远非他们所能比拟，不过是翻了10倍而已，勉强达到我的预期。我故作平淡，语气中的狂傲却溢于言表。你们的潜力在我面前不过是萤火之光，怎敢与皓月争辉？丁，宿主潜力开发战力翻10倍，嘲讽众人天赋低下，人前险胜装杯成功，系统积分加5000。战力飙升后的我现在只想来一场痛快的战斗，扫视一拳四周，只有内鲁的战力达到4万多点，在那美克星已然是顶尖的存在。我当即将一只手背在身后，语气略带嘲讽地说道：来吧，绿皮小子，我让你一只手，我们来打一架。内鲁被我的态度激怒，立刻朝着我冲来，拳头裹挟着强横的能量，朝着我的面门砸来。我只是微微侧身，抬手用2根手指夹住了他的拳头，任凭他如何发力都无法动弹分毫。内鲁的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他拼尽全力，却连我的1根手指都撼动不了。就这点力量，我嗤笑一声，轻轻一甩，内鲁便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飞出去，重重撞在山体上，吐出一口绿色的血液。我缓步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语气充满嘲讽：这就是那美克星的最强战士，真是笑掉大牙！4万多点的战力，连给我提鞋都不配。在我眼里，你和那个战五渣的农夫没有任何区别。我抬脚轻轻一踩，将内鲁的手掌踩在脚下。那美克星的战士不过如此，真是不堪一击。丁，宿主单手打败内鲁，极致嘲讽装杯成功，获得战力永久加10000，解锁技能那美克星语精通，一股力量涌入体内，脑海中也瞬间掌握了那美克星语。我心中大喜，这下可算是为后续召唤那美克星龙珠做铺垫。解决完内鲁，我再次走到大长老面前，淡淡开口：大长老，现在把那美克星的龙珠交出来，我要许愿。大长老摇了摇头，语气坚定：那美克星的龙珠不能交给外来者，这是我们那美克星的传承。我挑眉，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那可就由不得你了。说完，我直接用那美克星语一字一句的念出了召唤那美克星神龙波伦加的咒语。大长老和所有那美克星人的脸色瞬间骤变，眼中满是震惊和难以置信。召唤那美克星神龙的咒语是那美克星一族的不传之秘，除了大长老和守护龙珠的那美克星人，无人知晓。眼前这个赛亚人竟然会念诵咒语，你怎么会知道我们的祖传咒语？大长老的声音带着颤抖，满是不解。我淡淡一笑，装作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用那美克星语开口，语气带着睥睨宇宙的狂傲。因为龙神萨拉玛是我的恩师，他将那美克星的一切传承都交给了我，命我成为宇宙的守护者，守护宇宙的平衡。你们那美克星人都是龙神萨拉玛的后裔，我作为他的传人，自然知道召唤咒语。我顿了顿，继续说道：你们这些那美克星人不过是继承了龙神的传承，却妄图独占龙珠，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若不是看在龙神的面子上，这颗那美克星早已被我夷为平地。丁，宿主自称龙神萨拉玛传人，知晓那美克星祖传咒语，人前险胜装杯成功，获得战力永久加50000，解锁那美克星人血脉，初级龙珠制造法进阶，可制造小型许愿龙珠，可实现3个愿望。一股暖流涌入体内，那美克星人的血脉与赛亚人血脉融合，让我的恢复能力和能量掌控能力再次暴涨。初级龙珠制造法也成功进阶，能实现3个愿望。大长老看着我的眼神已然充满了虔诚，他躬身说道：原来是龙神大人的传人。
忍。失敬失敬。那美克星的龙珠任凭大人差遣。我满意地点了点头，让内鲁收集其7颗龙珠后，亲自念起咒语，召唤出波伦加。我的第一个愿望是给我在宇宙任何环境下生存的能力，无需氧气，不惧真空。第二个愿望给我一次复活的能力。第三个愿望给我宇宙顶级的神之修炼法。波伦加的眼珠转动，3道光芒接连射入我的体内，3个愿望瞬间实现，脑海中多出了神之修炼法的相关知识，体内也多出了宇宙生存和无限复活的能力。我心中大喜，这3个愿望让我的底牌再次增厚，愿望已实现。龙神的传承者，再见了。波伦加说完便化作光点消散，搞定了那美克星的一切。我带着众人登上超光速飞船返回地球。回到地球后，我立刻找到波尔玛，将重力室的制造图纸交给他，造10台重力室，最高重力调节至100倍，放在天神殿，让这些地球战士去那里修炼。就凭他们这点实力，再不拼命训练，贝吉塔和弗利萨来了也只是送菜。波尔玛接过图纸，点了点头，没问题，交给我。没几天，10台重力室便出现在天神殿，悟空等人立刻投入到疯狂的修炼中，而我却没有和他们一起。拥有人前显圣系统的我，躲在重力室里闷头修炼，简直是浪费装备的机会。我需要更大的舞台，更多的人见证我的强大，才能获得更多的奖励。思索片刻，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我心中成型，假意归顺弗利萨，打入他的内部，在弗利萨军团中疯狂装杯提升战力，待时机成熟再反手将弗利萨捏死。说干就干，我找了一处偏僻的地方，利用进阶后的初级龙珠制造法，制造出了一颗小型许愿龙珠。这颗龙珠通体金黄，虽然比那美克星和地球的龙珠小上一圈，但能量却十分浓郁。我召唤出龙珠中的神龙，淡淡开口，我要的愿望是一个宇宙顶级的宇宙通讯器，能联系到宇宙中的任何一个角落，不受任何信号干扰。愿望实现，一个小巧的黑色通讯器出现在我的手中，我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我调试好通讯器，直接拨通了弗利萨的通讯频道。很快，通讯器那头便传来了弗利萨阴冷的声音：“是谁竟敢直接拨通我的通讯频道？”我立刻装作卑躬屈膝的模样，语气带着谄媚：“伟大的弗利萨大人，我是赛亚人拉蒂兹。我原本奉贝吉塔王子的命令前往地球，却发现贝吉塔王子早已心怀不轨，他隐瞒了地球有龙珠的事情，想要独自霸占龙珠，实现永生的愿望，还打算联合地球战士对抗您的军团。”我顿了顿，继续说道：“我深知贝吉塔王子的所作所为是大逆不道，所以特来向您告密，只求您能给我一个机会。”通讯器那头沉默了片刻，弗利萨的声音再次传来，带着一丝玩味：“贝吉塔那小子果然有反心，既然你主动归顺，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你过来面见我吧。”多谢弗利萨大人。我立刻装作感恩戴德的模样，独自坐上超光速飞船前往弗利萨军团。几天后，我抵达军团，见到了弗利萨，还送上了一份超光速飞船图纸作为见面礼。弗利萨显得十分高兴，当即任命我为宇宙龙珠搜寻队分队长，配合基纽特战队前往地球收集龙珠。我面色显得极为尊敬，心中却在疯狂装杯：“弗利萨，你这蠢货，1亿2千万点战力，在我眼里不过是跳梁小丑，早晚有一天我会踩在你的头上，让你跪地求饶。”军团分部基纽特战队早已等候在那里。基纽特战队的成员看着我，眼中满是不屑。利库姆嗤笑一声：“区区赛亚人也敢当分队长，怕是连我们一根手指都打不过。”其余成员也纷纷附和，语气充满嘲讽。我淡淡瞥了他们一眼，语气带着毫不掩饰的狂傲：“就你们这点实力也敢嘲讽我？我手中的超光速飞船图纸能让弗利萨大人的军团称霸宇宙，而你们连制造超光速飞船的能力都没有，不过是弗利萨大人手下的一条狗，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叫嚣？”我顿了顿，继续说道：“别说是你们，就算是基纽队长在我面前也不过是个笑话。等我收集到龙珠，获得更强的力量，你们这些废物连给我提鞋都不配。”丁，宿主嘲讽弗利萨手下人前显圣装备成功，获得波尔玛黑科技，可融合科技与能量打造顶级装备。我脑海中多出了波尔玛的黑科技知识，有了这东西，我就能打造出更强大的装备。基纽特战队的成员被我的话激怒，想要动手，却被基纽拦住。基纽的眼神冰冷地看着我：“拉蒂兹，别太狂妄，到了地球若是敢拖后腿，我定不饶你。放心，收集龙珠的事情包在我身上。”我故作淡定，心中却在暗笑，这些蠢货很快就会成为我装备的垫脚石。趁基纽特战队准备前去召集部队的间隙，我独自一人前往了宇宙黑市。宇宙黑市是宇宙中隐藏战力的聚集地，这里龙蛇混杂，有各种稀有能量石、修炼秘籍和顶级装备，也是我装备提升战力的绝佳场所。刚进入宇宙黑市，黑市老板便带着一群手下围了上来，他的眼神贪婪地看着我，外来的识相的就把身上的宝贝交出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周围的宇宙人也纷纷投来贪婪的目光，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一个待宰的羔羊。我淡淡一笑，双手抱胸，语气带着极致的嘲讽：“就你们这点实力也敢打我的主意？看看你这黑市的破烂，几块破能量石、几本残缺的修炼秘籍也敢叫宇宙珍宝，真是笑掉我的大牙！”我抬手一挥，一个通体金黄的胶囊出现在手中，正是我利用波尔玛黑科技制造出的24K 纯金空间胶囊。看好了，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珍宝！24K 纯金空间胶囊，内部空间无限，能装下一整个星球。就你这黑市的破烂，连给这胶囊提鞋都不配！我随手将胶囊扔在地上，胶囊瞬间展开，一股强横的空间能量散开，周围的建筑都开始微微颤抖。黑市老板和所有宇宙人的脸色瞬间骤变，眼中满是震惊和贪婪。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空间胶囊，这是顶级的空间胶囊！黑市老板的声音带着颤抖，满是难以置信。我嗤笑一声，语气狂傲：“不过是随手造的小玩意，也值得你们如此大惊小怪？在我眼里，这东西不过是个装垃圾的容器。”丁，宿主在宇宙黑市展示24K 纯金空间胶囊，极致嘲讽装备成功，获得稀有赛亚人能量石，服用后战力可翻倍。一颗通体赤红的能量石出现在我的手中，能量石中散发着强横的赛亚人能量，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这颗能量石的力量极其恐怖。我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将能量石服下，一股滚烫的力量瞬间涌入体内，我的骨骼发出咔咔的声响，体内的气如同海
海啸般爆发，超三的发型变得更加耀眼，周身的气浪几乎要将整个宇宙黑市掀翻。我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嘴角的笑意止不住的上扬。我的战力在稀有赛亚人能量石的加持下直接翻倍，达到了100万点。此刻的我已然拥有了对抗弗利萨第一形态的资本。黑市老板和所有宇宙人看着我的眼神已然充满了恐惧和敬畏，他们纷纷跪倒在地，不敢有丝毫异动。我淡淡瞥了他们一眼，语气冰冷：记住我拉蒂兹的名字，在这宇宙中你们惹不起。说完，我转身离开宇宙黑市，超光速飞船划破宇宙光幕，转瞬便抵达地球大气层。我站在船舷边，看着下方熟悉的蓝色星球，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身后的基纽特战队一众成员傻乎乎的处在原地，他们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收集龙珠。我转过身，语气里的嘲讽几乎要溢出来，目光扫过基纽等人。弗利萨大人让你们来收集龙珠，结果你们连龙珠的方向都找不到，一群连基本探查都不会的废物，也配当弗利萨军团的精英？基纽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身为基纽特战队的队长，他何时受过这般羞辱？刚想发作，却见我抬手掏出一个通体银亮的龙珠雷达，屏幕上7颗龙珠的光点清晰闪烁，甚至连最微弱的能量波动都标注得明明白白。看看这是什么？我把玩着龙珠雷达，手指在屏幕上轻点，一颗龙珠的位置瞬间被放大。宇宙顶级的龙珠雷达能捕捉到龙珠最细微的能量，要不说你们这些低等种族的科技差了。丁宿主嘲讽基纽特战队，展示龙珠雷达装备成功，战力永久加10万，解锁技能能量屏障。我随手将雷达扔给基纽，语气依旧轻蔑：跟紧我，别拖后腿，要是连龙珠都收集不回，弗利萨大人的怒火你们可承受不起。基纽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却不敢有丝毫反驳，只能带着队员跟在我身后。一路上我故意放慢脚步，带着他们绕遍地球的山川湖海，先后收集了6颗龙珠。每一次找到龙珠，我都会借机嘲讽基纽特战队眼瞎手笨，收割一波波系统奖励，战力也在不断攀升。而在收集最后一颗4星龙珠时，我趁众人不备，用能量包裹住龙珠，将其藏入布尔玛黑科技打造的空间胶囊中，表面却装作一脸疑惑：奇怪，最后一颗龙珠的能量怎么消失了？难道被地球人藏起来了？基纽等人瞬间慌了神，手忙脚乱地探查四周，我则暗中用宇宙通讯器联系上天神殿的悟空等，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立刻赶到西都郊外的荒原，基纽特战队就在这里，这是你们的实战训练，好好表现。挂了通讯器，我嘴角的笑意更浓。这1个月，悟空等人在天神殿的100倍重力室中疯狂修炼，战斗力早已今非昔比，就连最弱的饺子战力都达到了2万点以上。不多时，天边传来数道急促的破空声，悟空、比克、克林等人瞬间出现在荒原上，周身的气浪散开，直接将基纽特战队团团包围。基纽等人脸色骤变，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地球竟然有这么多战力强横的战士。拉蒂兹，你竟敢背叛弗利萨大人！基纽怒视着我，眼中满是杀意。我嗤笑一声，缓步走到悟空等人身边，语气狂傲：我不过是给弗利萨大人的废物部下找个合适的对手而已。话音刚落，战力突破5万点的克林一记气元斩直接劈出，利库姆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便被劈成2半。吉斯和巴特见状，立刻联手朝着雅木茶和天津饭冲去，却被2人轻松压制，不过片刻便被轰成了渣渣。秋怡想要偷袭饺子，却被饺子的超能力定在原地，一记洞洞波直接击穿了胸口。眨眼间，基纽特战队的成员便只剩下基纽一人，他看着地上的尸体，眼中满是恐惧和难以置信。我缓步走到他面前，语气带着玩味：基纽队长，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了，悟空、比克，你们2个联手对付他吧。要是连一个小小的基纽都对付不了，以后就不要喊我大哥了，我拉蒂兹丢不起这个人。丁宿主向悟空、比克发出挑衅，装备成功，战力永久加5万。悟空和比克听到这话，眼中瞬间燃起熊熊战意，周身的气浪疯狂暴涨，2人一前一后朝着基纽发起了猛攻。基纽虽然战力强横，可在2人的联手猛攻之下，很快便落入下风。基纽知道自己今日难逃一死，眼中闪过一丝阴狠，突然朝着我扑来，口中大喊着身体交换，一道诡异的光芒从基纽手中射出，直奔我的眉心。这是他的绝招，只要被这道光芒射中，2人的身体便会交换，他就能占据我的强大身体。可他万万没想到，我早有防备，在光芒射来的瞬间，我轻飘飘的抬手，周身泛起一层淡金色的能量屏障，直接屏蔽了自身的灵魂波动。那道诡异的光芒撞在能量屏障上，瞬间消散于无形。就你这种低等种族也配跟我交换身体？我居高临下的看着基纽，语气里的嘲讽毫不掩饰：你这点小伎俩不过是小孩子的把戏，可笑又可悲。丁宿主破解基纽身体交换技能，嘲讽装备成功，获得技能灵魂封印，可将目标灵魂封印在指定物体中。趁着基纽愣神的瞬间，我抬手一指，一道淡金色的能量束射出，直接击中基纽的眉心。基纽的灵魂瞬间被抽出体外，他的身体失去灵魂，重重摔在地上没了声息。我又随手一指，旁边的一只癞蛤蟆瞬间被定在原地，而后将基纽的灵魂直接封印其中。癞蛤蟆发出2声嘶哑的叫声，眼中满是绝望和愤怒，却连动弹都做不到。基纽特战队就此团灭。这场实战训练让他们的战斗力再次突破，对能量的运用也更加熟练。而远在宇宙中的弗利萨还在美滋滋的等着我将地球龙珠带回去。殊不知他最忠心的精英战队已经成了我手下的亡魂，成了地球战士们提升实力的垫脚石。接下来的1个月时间，地球战士们继续在天神殿闭关修炼，而我则在地球各处装备，一会儿嘲讽龟仙人的龟派气功威力太弱，一会儿嫌弃布尔玛的新发明技术落后，系统奖励拿到手软，战力也稳步提升至150万点。终于宇宙中传来2道极其微弱能量波动，是贝吉塔和内巴的飞船抵达了地球。飞船轰然坠落在荒原上，舱门打开，贝吉塔和纳巴缓步走了出来，2人周身的气浪散开，带着赛亚人王子的
的骄傲和狂傲。那巴率先开口，语气轻蔑：“拉蒂兹那个废物竟然被地球人杀死。”贝吉塔则双手抱胸，目光扫过四周，嘴角勾起一抹不屑。他们还以为地球还是那个任他们揉捏的低级星球，却不知道这里早已布下天罗地网。悟空、比克等人突然从天而降，包围了两人，一个个战力全开，就连战力最低的饺子都能秒杀此时的贝吉塔。贝吉塔和那巴的脸色瞬间骤变，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地球上为何有这么多强者。那巴愣在原地，嘴里喃喃自语：“不可能，这不可能！”我缓步从虚空中走出，语气带着睥睨天下的狂傲：“怎么，很惊讶吗？”贝吉塔看着我，眼中闪过惊讶和忌惮：“拉蒂兹，你不是死在地球了吗？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轻笑一声，周身的气浪瞬间暴涨，百万战力毫无保留的全开，一股强横的威压瞬间席卷整个荒原，地面开始剧烈颤抖，山石崩裂，狂风呼啸。贝吉塔和那巴在这股威压之下根本无法站立，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脸上满是恐惧和绝望。他们感觉自己在我面前如同蝼蚁般渺小，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我缓步走到两人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一字一句说出了最装卑的话，声音不大，却带着震彻天地的力量：要么臣服，要么死亡。丁，宿主百万战力全开震慑贝吉塔那巴，装卑成功，战力永久加10万，解锁技能赛亚人王者威压，可对普通赛亚人造成极致精神震慑。贝吉塔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是赛亚人的王子，何时受过这般屈辱？可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根本不是我的对手，若是反抗，只有死路一条。那巴早已被吓得魂飞魄散，连连大喊：“我臣服，我愿意臣服于拉蒂兹大人。”贝吉塔看着那巴的模样，又看了看我眼中的冷漠，最终咬了咬牙，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我贝吉塔愿意奉你为赛亚人的新王。他不甘心，却不得不低头。赛亚人的骄傲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文不值。我满意地点了点头，抬手散去周身的威压，语气淡淡：“识时务者为俊杰。贝吉塔，你是赛亚人的王子，天赋不错，我给你一个机会，1年之内我让你的战力突破300万点，还会将变身超级赛亚人的方法教给你。但若是你敢背叛我，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超级赛亚人。贝吉塔听到这4个字，眼中瞬间燃起熊熊火焰，这是他毕生的追求。为了这个目标，他可以放下一切骄傲。我绝不会背叛大人。收服贝吉塔和那巴后，我算了算时间，弗利萨的大部队抵达纳美克星还有3个月的时间，想要对抗弗利萨军团，仅凭现在的实力还远远不够。我立刻做出安排，将悟空、贝吉塔、比克3人带到天神殿的精神时光屋前，淡淡开口：“这里是精神时光屋，里面的时光流速与外界不同，在里面待1年，外界只过去1天。接下来你们3个就在里面修炼。我还将赛亚人重伤痊愈后会提升战力的方法教给了几人，让他们合理规划训练计划，争取将基础战力提升到300万点。而后我乘坐超光速飞船直奔万帕星。布罗利这个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拥有着恐怖的潜力，若是能将他收服，必将成为我对抗弗利萨，甚至称霸宇宙的最强战力。万帕星的环境极其恶劣，遍地都是荒芜的山石。我刚抵达星球，便感受到一股狂暴到极致的能量波动。我知道想要收服布罗利，必须用强大的战力直接让其压制，因此我没有过多寒暄，直接出手。被打伤的布罗利眼中的杀意更浓，他狂吼一声便朝着我扑来，一拳轰出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仿佛要将整个星球都击碎。我轻笑一声，百万战力全开，迎着布罗利的拳头冲了上去，一拳对轰，2股强横的力量碰撞在一起，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整个万帕星都开始剧烈颤抖，一道道巨大的裂痕在地面蔓延。布罗利，你的力量很强，可惜只会一味的狂暴，根本不懂如何掌控。我一拳将布罗利轰飞，语气嘲讽：不过是个被愤怒操控的野兽，也配叫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你这蠢货只会靠蛮力横冲直撞，在我眼里不过是个跳梁小丑。我躲过布罗利的猛攻，反手一脚将他踹在地上，周身的气浪将他笼罩。若是你能掌控自己的力量，或许还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可现在的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丁，宿主与布罗利大战极致嘲讽装备成功，战力永久加10万，获得道具宁静之笛，可唤醒暴怒状态下的布罗利，压制其狂暴血脉。一道系统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我顿时心中一喜，抬手拿出宁静之笛，轻轻吹奏起来。悠扬的笛声响起，一股温和的能量瞬间笼罩布罗利，他眼中的杀意渐渐褪去，狂暴的气息也慢慢平复，从怒形态恢复了常态，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收服了布罗利后，我带着他们父子俩登上超光速飞船返回地球，将布罗利也送入精神时光屋修炼。有悟空、贝吉塔、比克3人作伴，既能培养他们之间的感情，也能让他们在竞争中快速提升战力。母亲这些龙珠世界的顶级战力都成了我的手下，我自己的实力也在不断飙升，但这还不够，我需要更大的舞台，更多的装备机会，才能获得更多的奖励。我的目光投向宇宙深处，那里有一个地方名为神器之地，是宇宙中最混乱最邪恶的地方，关押着12个宇宙中最邪恶的罪犯。这些罪犯个个实力强横，都是被各宇宙的破坏神抓捕封印在那里的。第6宇宙的杀手希特便是从神器之地逃出去的 MVP 级牛人，其实力深不可测。神器之地的罪犯们实力强大，性格乖戾，他们不崇拜神明，不畏惧破坏神，最崇拜的是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那里是宇宙的地狱，却也是我装备成神的最佳场所。于是我打算孤身前往神器之地，挑战那些宇宙最邪恶的罪犯，在他们面前尽情装备，收割系统奖励。我登上超光速飞船，设定好目的地，飞船瞬间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宇宙深处的神器之地飞去。超光速飞船冲破神器之地的灰色大气层，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荒芜死寂的景象。皲裂的黑褐色大地延伸至天际，暗红的恒星在云层后投下诡异的光，空气中弥漫着血腥与能量碰撞后的焦糊味。这里没有规则，没有秩序，只有最原始的弱肉强食，关押着12个宇宙中最穷凶极恶的罪犯，但也是我疯狂装备薅奖励的绝佳舞台。刚走出飞船，一股强横的恶意便扑面而来，3个形态怪异的宇宙人围了上来，为首的独眼巨汉咧嘴冷笑，露出锋利的獠牙。外来的，
的胆子不小啊，敢闯神器之地。他的战力在150万点左右，在这神器之地只能算下等水平。我双臂抱胸，嘴角勾起一抹狂傲的笑，语气带着极致的嘲讽。就你这点实力也配在我面前叫嚣？不等他们反应过来，我便开始编造自己的罪行。我曾单枪匹马血洗弗利萨的3个殖民星球，亲手撕碎过他的亲卫队长，还闯入过界王神界，抢走了界王的珍藏，甚至在全宇宙的通缉下掀翻了银河联邦的总部，让3个星系化为焦土。这些夸张到离谱的谎言，在神器之地却极具杀伤力。独眼巨汉等人眼中的轻蔑瞬间变成敬畏，他们最崇拜的就是这种犯下滔天罪行的强者。独眼巨汉语气恭敬到极点。丁，宿主编造滔天罪行，震慑神器之地罪犯，人前显圣装备成功，战力永久加10万，系统积分加5万，一股强横的力量涌入体内。我心中暗喜，这神器之地简直是装备天堂。接下来的1个月，我游走在神器之地的各个罪犯聚集地，每到一处就编造更夸张的战绩，比如曾毁灭过5个低等宇宙，单手镇压过暴走的伪破坏神，抢夺过天使的神之食粮，打过拳王的屁股，每次都能收获罪犯们的狂热崇拜和系统的丰厚奖励。短短30天，我的战力如同坐火箭般飙升，从150万点一路突破至300万点，还结识了不少实力不俗的罪犯朋友。他们中有人擅长空间穿梭，有人精通能量封印，战力也是高的离谱，只是还没能达到希特那种能突破神器之地封印的水准，否则也能成为我征战宇宙的得力助手。拉蒂兹大人，带我们一起出去烧杀抢掠吧！一群罪犯围在我身边，眼中满是狂热。我摆了摆手，淡淡开口：不急，等我收拾了弗利萨再来带你们重见天日。其实我心里清楚，这些人虽有战力，却缺乏纪律，暂时还派不上大用场。离开前，我站在神器之地的最高山峰上，感受着体内300万点的基础战力，心情却并没有很激动，因为我知道赛亚人变身超级赛亚人需要极致愤怒的契机，可我穿越而来，对这个世界的人和事并无太深羁绊，想要触发那种撕心裂肺的愤怒，简直难如登天。罢了，先回地球再说，实在不行只能另想办法。驾驶超光速飞船离开神器之地，飞船在宇宙中高速航行，窗外的星辰化作一道道流光。就在这时，飞船驾驶舱内突然闪过2道身影，一紫一蓝的气息瞬间弥漫开来。我心头一惊，定睛看去，一个身着紫色武道服、体型圆润的猫形生物正好奇地打量着飞船的操控台，旁边站着一位金发蓝袍的俊美男子，气质优雅却暗藏威严，正是破坏神比鲁斯和他的侍从天使维斯。这飞船的速度不错，居然能勉强达到光速。比鲁斯舔了舔爪子，语气随意，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维斯则微笑着看向我：年轻人，你的飞船很有趣，能告诉我们它的来历吗？这可是宇宙顶级的神明。我强压下心中的震惊，大脑飞速运转，瞬间想到了装备的绝佳机会。比鲁斯和维斯视chết如命，这正是我突破的突破口。不过是艘普通的超光速飞船，不值一提。我故作淡定，语气带着一丝不屑，随即话锋一转，开始吹牛。要说有趣的东西，不如说说我吃过的美食。我曾有幸结识食神，他亲手做的星辰玉露羹，用宇宙诞生之初的星辰和生命之泉酿造，一口下去能让灵魂都升华。还有龙肝凤髓卷，用超新星孕育的异兽龙肝搭配凤凰髓，味道堪称宇宙唯一。比鲁斯大人，您就算尝遍万千珍馐，也绝对没吃过这般美味。比鲁斯挑了挑眉，显然不信真的有食神这号人物。食神大人淡泊名利，隐居在宇宙的夹缝之中，一般人自然无缘得见。我继续胡吹，故意抬高食神的地位，而且食神大人的实力深不可测，和拳王大人是同一级别的存在，随手就能创造或毁灭一个星系。听到拳王的名字，比鲁斯的脸色瞬间大变，原本慵懒的眼神变得惊恐，身体都微微僵硬。拳王是宇宙最高位格的神明，抬手就能抹除整个宇宙，即便是破坏神也对其敬畏到了极点。维斯眼中也闪过一丝诧异，看向我的目光多了几分凝重。我见状心中窃喜，继续添油加醋，把自己编造的与拳王会面的经历说得绘声绘色。我曾随食神大人见过拳王大人一面，拳王大人虽外表稚嫩，却拥有掌控一切的力量。他说我的潜力不错，未来有望成为宇宙的守护者。比鲁斯和维斯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惊，他们能感受到我身上没有说谎的能量波动，而且对拳王的描述精准无比，绝非普通人能知晓的。看来你确实不简单。维斯微笑着开口，我们只是好奇你的飞船，既然问完了就不打扰了。说着，2人就要离开。2位大人别急着走，我连忙从空间胶囊中取出几包辣条递了过去。这是地球的特色美食，名为辣条，虽比不上食神大人的杰作，却也别有风味。2位大人不妨尝尝。比鲁斯半信半疑地接过一包，拆开后尝了一口，瞬间眼睛发亮，原本的威严荡然无存，疯狂咀嚼起来。好吃，这味道太奇妙了，又麻又辣，让人欲罢不能。维斯也尝了一口，优雅的笑容变得灿烂，果然美味。地球竟然有如此奇特的食物。丁，宿主在破坏神比鲁斯和天使维斯面前装备成功，获得神级奖励极致的愤怒调节器，可自由调节自身及他人的愤怒情绪，精准触发超级赛亚人变身契机。脑海中响起系统提示音的瞬间，一个淡金色的调节器出现在我的意识中，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它的妙用，不仅能让我自己随时进入极致愤怒状态，还能帮他人精准触发变身，再也不用靠牺牲亲友这种惨烈的方式。多谢大人的馈赠，我们先行告辞。比鲁斯吃完最后一口辣条，满意的舔了舔嘴唇，和维斯化作2道流光消失在驾驶舱内。我嘴角的笑意止不住上扬，这波装备简直血赚，不仅战力再次小幅提升，还补全了变身超赛的最后一块拼图。超光速飞船全速返航，很快便抵达地球。刚降落在天神殿，悟空和贝吉塔便冲了上来，2人周身的气浪澎湃，战力都突破了200万点，眼神中满是战意。大哥，你可算回来了，我们在精神时光屋修炼得很刻苦，战力都有很大提升。悟空挠着头大笑，语气中充满自信。贝吉塔则双手抱胸，眼神傲娇，别得意忘形，卡卡罗特，我现在的实力可比你强。说着，他
略带恭敬地看向我，拉蒂兹大人，不知道您这趟神器之地之行有什么收获？我淡淡一笑，周身气浪瞬间暴涨，300万点的基础战力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同时拿出极致的愤怒调节器在手中把玩。我的战力已经达到300万点，而且我还带回来了能让我们直接变身超级赛亚人的宝贝。我将愤怒调节器的作用告知两人，悟空瞬间大喜，不过贝吉塔则是用不上这种东西，他那傲娇的性格本来就极易生气，等看到我和孙悟空都变身超赛，极致的愤怒分分钟在他心里爆发。确实不用我操心。既然如此，准备一下，我们明天就启程前往纳美克星，让弗利萨尝尝超级赛亚人的厉害。当天晚上，我在调节器的作用下，将自身的情绪调整到极致的暴怒，周身的气瞬间变得狂暴，金色的光芒从体内喷涌而出，头发和眉毛化作耀眼的金色，战斗力直接翻了50倍，达到了15000万之多。超级赛亚人一形态成功解锁，我看着自己超3的发型笑了笑，果然变身级超3只是玩梗罢了，想提升实力还是得一步一步来。第二天一早，我带着一众战士登上了超光速豪华飞船，朝着纳美克星的方向飞去。以我们现在的战力标准，对付弗利萨及其军团简直绰绰有余，一场足以改变宇宙格局的决战即将拉开序幕。超光速豪华飞船划破纳美克星的大气层，稳稳降落在一片绿意盎然的平原上，舱门缓缓打开，我率先迈步走出，身后跟着悟空、贝吉塔、比克、布罗利一行人，周身的气浪散开，将周围的狂风都尽数压下。早在出发前，我便用通讯器提前联系了大长老，将弗利萨军团即将大举入侵的消息尽数告知。此刻放眼望去，原本星罗棋布的纳美克星村落早已空无一人，所有的纳美克星人都被我安排转移到了星球背面的隐蔽结界中，彻底杜绝了原著中弗利萨屠戮纳美克星人的惨剧。拉蒂兹大人，都按您的吩咐安排好了。内鲁的声音通过能量通讯传来，语气满是恭敬。我淡淡应了一声，挂断通讯，目光扫向天际。不过片刻，铺天盖地的宇宙飞船便如同蝗虫般席卷而来，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纳美克星的天空。舱门接连打开，数不清的弗利萨军团小兵嘶吼着冲了出来，各色能量炮在手中凝聚，将我们团团包围。为首的多多利亚和萨博相视一眼，脸上满是狰狞的笑意。拉蒂兹，你这个叛徒，竟敢背叛弗利萨大人，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就凭你们这群杂碎，也配在我面前叫嚣？我嗤笑一声，抬手摆了摆，小兵交给你们了，速战速决，别耽误正事。话音未落，悟空早已按捺不住，身形一闪便冲了出去，一拳轰出，便将多多利亚连带着数十个小兵轰成了飞灰。贝吉塔也不甘示弱，一脚将萨博踹飞出去，能量波紧随其后，直接将其炸得尸骨无存。布罗利更是狂暴，在宁静之敌的加持下，他完美掌控了怒之形态，金色的气焰裹挟着绿色的闪电，随手一挥，便有数十艘宇宙飞船被能量波撕碎，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比克、克林等人也纷纷出手，经过精神时光屋的修炼，他们的战力早已今非昔比，面对弗利萨军团的小兵，简直如同砍瓜切菜一般轻松。不过短短10分钟，铺天盖地的弗利萨军团便被屠戮殆尽，整个平原上只剩下能量爆炸后的焦土，连一个活口都没留下。悟空甩了甩手上的灰尘，咧嘴大笑，太轻松了，这些家伙根本不够打，一群废物而已，有什么值得得意的？贝吉塔双手抱胸，眼神傲娇，却难掩眼底的战意。就在这时，一道阴冷的笑声从天际传来，一道悬浮的小型飞船缓缓落下，舱门打开，那个紫色皮肤、身形矮小的身影缓步走出，正是宇宙帝王弗利萨。他的目光扫过满地的尸体，最终落在我身上，眼神里的杀意几乎要溢出来。拉蒂兹，我真是小看你了，不仅背叛我，还毁了我的军团。今天我要让你尝遍宇宙最极致的痛苦。弗利萨，你这缩头乌龟终于肯出来了。我缓步走上前，嘴角勾起一抹狂傲的笑，周身的气浪瞬间疯狂暴涨，金色的长发无风自动，眉毛和头发尽数化作耀眼的金色，周身的闪电噼啪作响，超级赛亚人3形态瞬间全开，300万的基础战力直接翻了50倍，达到了恐怖的15000万点，强横的威压席卷整个纳美克星，连大地都开始剧烈颤抖，一道道巨大的裂痕在地面蔓延开来。怎么，很惊讶？我看着弗利萨骤然变色的脸，嘲讽的话语接连不断。你以为灭了赛亚人一族就能高枕无忧了？你不过是个只会躲在层层变身里的懦夫，连赛亚人的真正力量都不敢面对，1亿2千万的战力也敢自称宇宙帝王，在我眼里你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罢了。弗利萨的脸瞬间涨成了紫色，被我的话戳中了痛处，整个人气得浑身发抖。赛亚人都是卑贱的猴子，我今天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丁，宿主开启超赛形态，极致嘲讽弗利萨，使其破防。人前险胜装备成功，获得奖励战力永久加50万，道具神级融合耳环，可让2名战士实现完美融合。系统的提示音在脑海中炸响，一股强横的力量涌入体内，同时一对通体银白、镶嵌着蓝色宝石的耳环出现在我的手中，正是神级融合耳环。我掂了掂手中的耳环，嘴角的笑意更浓，抬手对着弗利萨勾了勾手指，语气轻蔑到了极致。弗利萨，别说我不给你机会，我就站在这里让你先出手。要是你能碰掉我一根头发，就算我输。弗利萨彻底被我激怒，怒吼一声，周身的气浪瞬间疯狂暴涨，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身形不断拔高，肌肉线条变得愈发流畅，原本矮小的身躯变得挺拔健硕，最终定格在了第5形态的完全体，战斗力达到了5亿之多。卧槽，完蛋了，这怎么跟原著不一样啊？弗利萨啥时候领悟了第5形态？我还处在懵逼的状态，弗利萨的身影已然消失在原地，速度快到连我的能量感知都只能捕捉到一道残影，下一秒他的拳头便狠狠砸在了我的胸口，我甚至来不及做出防御，整个人便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撞在远处的山体上，坚硬的岩石瞬间崩塌，将我整个人掩埋。大哥，悟空惊呼一声就要冲上来，却被弗利萨随手一道能量波逼退。别急，一个个来。弗利萨冷笑一声，抬手对着山体打出数十道能量炮，剧烈的爆炸接连响起，烟尘弥漫，我从烟尘中冲了出来，嘴角溢出鲜血，战斗服早已破碎不堪，身上布满了伤口，气
气焰都变得微弱了许多。我心里清楚自己现在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弗利萨缓缓落在我面前，抬脚踩在我的背上，语气满是残忍：“怎么，刚才的嚣张去哪了？卑贱的赛亚人也敢在我面前放肆！”就在这生死关头，我猛地想起了系统刚刚奖励的神级融合耳环，我强忍着剧痛，反手将2枚耳环扔向悟空和贝吉塔，嘶吼道：“悟空，贝吉塔，戴上耳环，快融合！”悟空稳稳接住1枚耳环，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立刻将耳环戴在了右耳上。可贝吉塔却捏着耳环，脸色铁青，怒吼道：“开什么玩笑！我堂堂赛亚人王子，怎么可能和卡卡罗特这个下级战士融合？贝吉塔，再犹豫下去，我们所有人都要死在这里！”我被弗利萨一脚踹飞，重重摔在贝吉塔面前。你不是想超越悟空吗？融合之后，你就能体验到宇宙最顶级的力量。难道你想看着赛亚人最后的荣光毁在弗利萨手里？贝吉塔看着我凄惨的模样，又看了看步步紧逼的弗利萨，眼中闪过一丝挣扎，最终咬了咬牙，恶狠狠地将耳环戴在了左耳上。就在耳环戴上的瞬间，一道耀眼的光芒从2人身上爆发出来，恐怖的能量席卷整个纳美克星。2道身影在光芒中融为一体，一个身材挺拔、发色漆黑、眼神锐利的战士缓缓出现在众人面前。吾乃究极战士悟吉塔。悟吉塔的声音平静，却带着毁天灭地的恐怖威压。我看着他，心中震撼无比。神级融合耳环的规则居然是将融合的2人基础战力相乘，悟空250万的基础战力乘以贝吉塔200万的基础战力，悟吉塔的基础战力竟然达到了恐怖的5万亿。弗利萨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能清晰地感受到悟吉塔身上的力量，是他连仰望都做不到的恐怖层级。弗利萨强装镇定，怒吼着打出一道毁天灭地的死亡能量球，朝着悟吉塔轰去。可悟吉塔只是站在原地，轻轻吹了一口气，就是这轻飘飘的一口气，瞬间便将弗利萨的死亡能量球吹散，于是不减地轰在弗利萨身上。弗利萨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整个人便在这股力量下瞬间灰飞烟灭，连一丝灵魂碎片都没留下，彻底消失在了宇宙中。光芒散去，悟吉塔的身体也随之分开。悟空和贝吉塔踉跄着落地，2人都有些脱力，却难掩眼中的震撼。贝吉塔喃喃自语：“太可怕了，竟然有这么强的力量！”我撑着地面站起来，看着手中空空如也的耳环，心里一阵可惜，这耳环竟然是一次性的，用完就直接化作了飞灰。要是能留着让我和悟空融合，那恐怖战力别说一个弗利萨，就算是破坏神比鲁斯，我都能给他打成哈士奇。随着弗利萨彻底身死，纳美克星的危机彻底解除，我让内鲁带着纳美克星人从结界中出来，坐在返回地球的超光速飞船上。我看着窗外的宇宙星河，手指轻轻敲击着操控台。弗利萨这个宇宙帝王已经被消灭，看似宇宙迎来了和平，可我心里清楚，这不过是刚刚开始。人造人篇章的沙鲁，布欧篇章的魔人布欧，还有破坏神比鲁斯，甚至是全宇宙的拳王，这宇宙中还有无数更强的敌人在等着我们。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嘴角勾起一抹狂傲的笑。不过没关系，我有人前险胜系统，只要我不停装杯就能不停变强。沙鲁也好，魔人布欧也罢，不管来多少敌人，最终都会成为我登顶宇宙的垫脚石。